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聊聊白内障。上期视频我们谈到了如何选择人工晶体，选择完毕后，医生还会做一个详细的晶体读数的测量和视功能的评估。人工晶体的最终选择必须结合您的眼部检查的结果，医生还可能会要求有在手术前1个月内的体检报告。选择手术时间需要考虑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择期手术，所以不需要着急着去做，要准备好。您可以和医生商量一个最合适的日期和时间，比如说需要避开有感冒、咳嗽或者其他的感染症状。如果血糖高、血压高或者眼睛特别干燥的话，要将血糖、血压和眼干的症状控制下来，再去做手术。有慢性病的朋友，例如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等，可争取上午安排手术，这样可以减轻进食的影响，术后也能有更多的观察时间。在我服务过的眼科医院，如果术前不能确定是否有人接的话，手术是会被取消的。因为手术中会使用镇静药，24小时内是不允许开车的。手术前应该注意些什么？注意遵从医生的术前指导，指导一般都会包括禁食的时间。如果有长期服用抗凝药，例如阿司匹林、华法林，还有降压药等等，应该告诉医生。部分药物呢，需要医生指导用药或调整。还有术后一般的都会需要抗炎眼药水，医生一般都会提前给你处方，也可能需要的药房没有，需要时间获取。所以不要等到手术后再去拿药。手术的当天或手术的前一天要注意洗头。手术当天最好穿宽松的前开扣的衣服，还有不要戴首饰或贵重物品。手术时会有什么感觉？我护理过的大多数白内障手术的病人都会说，整个过程感觉到很轻松。这是因为手术是用局麻药加上镇静药，镇静会使人放松，不觉得痛，但是也不会睡觉，保持清醒，感觉只会有一点胀或者有流水的感觉。有些病人说他会看到灯光模糊的颜色变化和影子的移动，这都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可以听到医生和护士不断地与你沟通，告诉你下一步在做什么，让你安心配合。因为使用镇静药，所以麻醉师是参与的。极少数的病人呢，只做局麻，就无需麻醉师参加了。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病人不能合作，或者是儿童，才会用全身麻醉。麻醉后手术就开始了。手术的基本步骤包括在眼球的角膜上切开一个小切口，这个切口是不需要缝合的，然后打开晶状体囊，用超声乳化这个晶体，然后将内容物吸出，保留晶体的后囊，然后植入人工晶体。整个手术一般只需要10到20分钟。很多人术后都说，原来白内障手术这么快，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手术后应该注意些什么？白内障手术后，每个医院或诊所的处理可能不完全一样。我的经历呢，是手术后一般会盖上纱布和眼罩。手术后第一天早上呢，复诊，医生把纱布、眼罩都拿掉，开始点眼药。术后一般都会提供一个透明的眼罩。睡觉的时候呢，要把眼罩盖上，防止不自觉的揉眼睛。
有的医生手术后不盖纱布，只盖眼罩，要病人6小时后开始用眼药。应该特别注意保持眼部的清洁，按时点用医生开的眼药水。通常使用2到3种药，使用时每一种要间隔至少5分钟。其中一种呢，多半是激素，激素是一种混旋剂，乳白色的，用之前呢要把它摇匀。这种药停药前是需要递减的，一般医生都会有说明。您的医生应该还会要求在3周内不要弯腰低于您胸部或者是心脏的水平，还有禁止提超过5磅的重物。白天出门的时候要戴墨镜，防光防尘。在1周内呢，要减少眼睛的疲劳，24小时以内避免开车，不要洗头，洗头的时候要避免水流入眼睛，要按时复查，一般呢是手术后1天、1周，还有手术后的1个月复查。具体必须遵从术后的指导。什么情况需要立即看医生？白内障手术虽然安全性高，但术后呢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眼压高、感染、角膜水肿、后发性白内障或者是人工晶体的偏移等等。多数并发症呢都可以通过药物或进一步的治疗来控制的。关键在于术后必须密切观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如果出现有剧烈的疼痛、视力突然下降、眼睛红肿明显、分泌物增多、视野中出现黑影、散光不能消失等等，应立即联系医生前往医院急诊，以防严重后果。那好，这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我想分享几例自己家人和朋友在白内障手术后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些不是急症但需要及时看医生，让医生帮你处理的情况，请大家不要错过。白内障手术有许多因人而异的考量，医生的操作方法也不完全一样，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的分享，仅供您的参考。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